情侣离奇失踪，警察寻找无果。一条晚上的留言记录成为了揭开无数命案的导火索。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， 让我带大家穿越到2016年全案的开始。2016年9月1日，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某处居民区如晚长一般晨光中醒来，戴珊发现邻居卡罗布朗家的小狗正无精打采地趴在隔壁院子里，盯着自己的饭盆。晚日这个时间，卡拉已经喂完了小狗，开始带着它四处遛弯了。想到这里，戴珊这才意识到自己昨天一天都不曾见到过卡拉布朗，也没有见过与她同住的男友查尔斯卡佛。戴珊随即拿出手机拨通了卡拉的电话，却发现他的电话已经处在无人接听的状态。察觉到隐约不对的戴珊连忙开始联系卡拉的姐姐。之前他们在卡拉组织的家庭聚会上留过彼此的联系方式，并确认卡拉、查尔斯这两人不在房内。他们用尽一切方法想办法联系到卡拉以及查尔斯，但都以失败告终。两人的家人、朋友及同事都说没有见过他们，同时也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。在意识到两人失踪之后，卡拉的姐姐随即选择报警。警察很快对这桩情侣失踪案进行调查，但是令人失望的是，警方获取到的有效信息实在太少了。面包店的老板说，这对情侣曾在8月31日的早晨到他店里消费，这是最后见过失踪情侣的人。小区的监控显示，这对情侣一起开车出了门，然后在后续的监控中便再也没有发现过这辆车的影子。这两人犹如人间蒸发了一般，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。因为没有太多的有用信息，警方的进程一度陷入停滞。在卡拉和查尔斯失踪1个月后，网络上的一则留言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有一名叫大卫的网友给卡拉的好友留言，声称卡拉目前跟她的男友查尔斯在一起。好友紧接着问他，为什么卡拉不跟我们任何人联系呢？大卫却故作神秘地回复道，他不想。眼看这名网友没有想要透露更多的信息，好友只好问他们是不是还活着？而大卫给出的回复是，他们都很好。在结束这段对话后，好友很快将这个信息提供给了警方。警方随即通过网络 IP 对这个名叫大卫的人进行调查，但是调查的结果却令人失望。此人所用的 IP 地址是在一家网吧，在那里上网甚至不需要实名登记。而在进一步调查到大卫本人，却发现他的这个社交账号很早就被盗用了，所以此人只是用盗用的大卫账户在网络媒体上进行留言。这个人甚至可能只是一个网络混混。从这个方向进行调查，根本查不到凶手的真正身份。就在所有人对这个调查结果感到失望的时候，警方却有了新的思路。或许他们可以对卡拉和查尔斯的社交账号进行调查，这样便可以找到更多与卡拉有过交流的人。沿着这个思路进行探查，警方在卡拉的社交私信上翻到了一条重要的可疑信息。在卡拉的私信箱里躺着这样一条信息，我觉得你的男朋友非常适合这份工作，你可以带着他一起来我的公司看看，我的公司就在摩尔。这则信息来自于一个叫做托德·科尔赫普的人，信息的发送时间恰好在卡拉失踪的前一天。所有的一切都显得无比的巧合。从聊天记录可以看出，卡拉与托德在网上的交流时间并不长，所聊的内容基本都是专业知识，可以看出两人就是普通的网友关系。在之后的调查中，警方也从查尔斯的亲友口中证实，查尔斯目前确实在找工作。警方随即调出了托德的个人资料，其优秀的简历着实将警方吓了一跳。托德·科尔赫普在当地是著名的房产经纪人，在几年前已经开办了自己的多家公司，他名下有好几处房产，还有豪车。除此之外，托德在伍德拉夫购买了约95英亩的森林土地，可谓是当地名副其实的富商。警方对他进行了彻底的调查。在见到托德之后，他大方承认自己在8月31日见过卡拉和查尔斯。他声称自己和查尔斯的男友聊了薪资待遇问题。之后，这对情侣就离开了摩尔。虽然托德表现得坦然无比，但警察觉得他有隐藏其他的秘密。警方调查了卡拉、查尔斯以及3人的手机通信服务商数据，从中得到一些发现。数据显示，卡拉和查尔斯手机信号最后出现的地方和托德的手机信号在一起，并且时间显示也与托德说的这对情侣离开的时间并不相符。
因为这个疑点，警方申请了对托德的搜查令。警方先是调查了托德的几处房产，并没有得到任何收获。而此时，他们决定到托德所购买的森林土地进行搜查。毕竟那片土地不仅具有优美的环境，更是一个隐秘的藏匿地点。就这样，他们进入这片森林，开始细致的搜寻，最终找到了一个集装箱。在还没有走进集装箱的时候，警方就听见集装箱内传来类似金属撞击的声音，还有女人的呼救声。等到警方撞开集装箱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正是失踪了65天的卡拉。只见他脖子上套着沉重的铁链，身边是零散着的速食饼干，连一瓶干净的饮用水都没有。可见他在这65天的时间里遭到了来自托德的非人折磨。见到警方之后，卡拉悲伤地说，男友查尔斯在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已经被托德开枪灭口了。之后托德将查尔斯的尸体运到森林里进行掩埋，还将查尔斯的车藏了起来。在找到卡拉的同一时间，警方也给托德戴上了手铐。在所有认识卡拉的人眼里，她是一个积极乐观的女孩。而在经历这次不幸之后，卡拉的人生中就留下了一段无比痛苦的回忆。每次想到那2个多月被囚禁折磨的日子，她都会不自觉地开始全身发抖，头皮发麻。起初，她正是因为看到托德个人账户上挂着招聘信息，才会和他开始交流。在此期间，托德的言行举止都非常的有礼貌，所说的东西极其专业，让卡拉认为他确实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。在托德优秀外表的迷惑下，卡拉和查尔斯真的驾车来到了摩尔。以了解工作环境为由，托德将他们2人带到了森林。随后他趁机从背后掏枪射向了查尔斯，并逼迫着卡拉来到了森林中的集装箱。托德在这里对卡拉施以暴行，随后给卡拉戴上了沉重的铁链，以限制他的行动。之后，托德每次来到集装箱内，都会对卡拉进行侵犯，并想尽一切办法对他进行折磨和侮辱，甚至不会为他提供像样的食物和水。偶尔，托德还会把卡拉带到另外的一间森林小屋实施侵犯。这座小屋的1楼是废弃的谷仓，堆放着各种农具；2楼就是一个简易的卧室，同时配备着铁链与锁。卡拉不是没有试图进行过反抗，但是每次的反抗换来的都是托德的辱骂与折磨。有一次，托德在对他进行殴打之后，恶狠狠地警告他，上一次那对情侣，女的不够听话，我直接一枪打死了他。随后他带卡拉看了他们的坟墓。就是这些信息让卡拉意识到，托德身上背负的不止查尔斯一条人命。这个看似精英的富商实际上是一个恶魔。卡拉在每次崩溃的边缘都告诉自己一定要活下来，一定要揭露这个恶魔所干的恶行。而在获救之后，警方对卡拉所说的一切予以重视，随即对托德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。调查中，他的母亲里贾纳·塔格联系了调查员，他转述了他和儿子的一段对话。塔格说，他曾询问过是否还有其他的受害者。托德冷冷地回答说，你2只手都数不过来。调查员指出，他母亲最初对他的儿子评价很高，他为儿子出狱后的行为感到骄傲，因为他帮助托德适应了入狱后的生活。然而，随着调查员和母亲之间的谈话进行，他承认托德的性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。他很容易生气，反复无常，容易情绪紧张。他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。他母亲说，他的儿子曾经买过一辆摩托车，尽管他不知道怎么骑。于是他问调查员，你还记得超级摩托车案吗？北卡罗来纳州执法部门每个人都知道，这是该州最严重的案件之一，在发生10多年后仍未解决，这让他们感到羞愧与沮丧。塔格紧张地说，你也许该问问我的儿子。2003年11月6日上午，有人走进了小镇的一家摩托车经销商店，超级摩托车赛车，向在场的所有人头部开枪。受害者是30岁的创始人兼老板斯科特·庞德，他的母亲52岁的贝弗利·盖伊，26岁的商店技工克里斯·舍伯特和30岁的服务经理莱恩·卢卡斯。现场没有东西被偷，一个装满现金的信封原封不动，可见这场案件是该地区最令人震惊且毫无动机的犯罪，这让侦探们感到困惑。警方在随后的调查中犯了重大错误。
错误地将他们的怀疑指向了庞德悲伤的妻子梅丽莎。在丈夫遇害时，梅丽莎怀孕了。在一次例行的警察询问中，她给孩子换了尿布。警察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秘密地收集了尿布，并送到实验室进行 DNA 检测。结果因为比对了被污染的现场 DNA 样本，警察出了巨大的乌龙，让庞德的妻子梅丽莎蒙上了巨大的耻辱与影响。后来警察们希望再次当选，并承诺解决问题。然而究竟是谁犯下了超级摩托车案？这个问题在13年里一直没有解决。在托德坦白之后，警察才知道案件的起因是托德买了一辆摩托，因为不会骑而去退货，却受到了店员的嘲笑，于是他选择了干掉所有人。逃脱了10多年的司法公正，他很快就在网上公开披露他内心深处的想法。托德通过一个网名创建了一个亚马逊预购产品清单，里边包括电锯、挂锁、铲子、枪支和枪支配件等物品，对这些产品都写了诡异的评论。一条关于挂锁的评论写道：坚固的锁，集装箱上我装了5个，我阻止不了它们打开，但肯定会拖慢它们出来的速度，直到它们老到没办法出来。另一个关于折叠铲的留言是：你把大铲子留在家里时，用它来隐藏尸体，再合适不过了。2015年，托德再度有了邪恶的念头，他通过社交网络联系到一对住在斯巴达堡的情侣约翰尼和梅根·考克西，以介绍工作为由，将他们同样骗到了自己购买的森林。与这次的手法一样，他先是干掉了这对情侣的男方，随后将女方关在集装箱内进行侵犯，之后又将女方灭口。托德将这2人的遗骸埋到了森林里，没有人知道这对情侣去了哪里。到这时，托德已经背负了7条人命，尽管他隐约透露被害者不止于此。早在托德2岁的时候，父母便因为感情不和离婚，之后父母很快改嫁，小托德便跟着母亲和继父一同生活。托德从小就是一副阴沉沉的样子，脸上似乎从来没有开心的时刻，而继父脾气暴躁，他们之间相处得很不融洽，经常会发生争执。年幼的托德在老师眼里一直都是班上的坏小孩，他会把洗涤剂倒进鱼缸，用弹弓攻击小猫小狗，对死亡和流血有着异常的兴奋。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，母亲试图对托德进行管教，换来的却是托德的出走。然而哪怕托德搬去和生父一同居住，他依旧不改往日的捣蛋，甚至变得越发阴暗。一次他在学校和同学发生争吵，拿刀刺向同学，幸亏老师及时赶到，才没有造成更多的伤亡。而等到他15岁的时候，青春萌动的托德喜欢上了邻居家14岁的小女孩，女孩没有接受托德的爱意，他便侵犯了女孩，由此被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。托德的母亲还以为牢狱的生活会让托德的内心变得更好，谁知托德此时正在孕育着一种更为黑暗的想法。在坐牢的这段时期，托德获得了计算机专业学位，并跟随母亲在南卡罗来州生活。此后的他又到学校继续就读，获得了2个学位，并且期间还通过欺骗获得了销售房产的许可证。在那之后，托德开办了自己的公司，通过打拼获得了千万资产，一跃成为当地富商。然而谁也不知道，金钱和物质的享受并没有使托德感到幸福，他心里最为渴望的还是犯罪带来的天然刺激。托德的名利成为了他犯罪最好的保护壳。2017年5月，托德被法官连续判处7个无期徒刑。他在监狱里发表了一份令人震惊的声明，他写信给《纽约邮报》说，所有被他袭击的人，无论是在超级摩托车案中的遇难者，还是在森林中被绑架并处决的，都是罪犯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他还声称自己是在帮助卡拉。他说将他装在集装箱里是因为他不想伤害他，也拒绝把他交给其他会伤害他的人。最终科尔仍然选择把自己的罪恶扭曲为心中的正义，而等待他的将是高墙内无尽的地狱。点击小铃铛订阅，以免错过下一个奇案。我是 Loki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